洗碗是每个家庭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我们吃完饭总得面对那些油腻碗盘。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件看似平凡的小事里，居然隐藏着让全家人慢性中毒的危机。一人洗碗，全家致癌。这样的说法听起来耸动吗？洗碗怎么可能洗出癌症？事实证明，如果方法不对，洗碗真的可能变成伤害家人的隐形杀手。最近有医生就非常愤怒地指出，很多家庭每天洗碗时都有几个坏习惯一直在犯，长期下来严重危害健康。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来看看这5大洗碗地雷，你家中了几条？坏习惯1，一直用同一条洗碗布，清洗干净就放心使用。许多人洗碗常年用同一条菜瓜布或海绵，觉得每次洗完有冲一冲就很干净，可以无限期使用。但实际上，洗碗用的抹布、海绵是家庭中最大的细菌温床之一。中华预防医学会曾发布过一份调查白皮书，结果令人瞠目结舌。从北上广等地采集的洗碗布样本中，单单一块抹布上面的细菌总数最高竟高达5000亿个，里面检出包含大肠杆菌在内的致病菌多达19种。想象一下，一块看似干净的洗碗布，实际上可能藏着数以千亿计的细菌，肮脏程度甚至比马桶还超出数十万倍。长期用这种布去洗碗，就等于把细菌反复抹在餐具上，全家人都可能跟着吃进肚子里。难怪医生直呼，别看小小抹布不起眼，它处理不好，真的会变成餐桌上的细菌炸弹。怎样才对？洗碗布或海绵绝不能一直舍不得换。专家建议菜瓜布、海绵至少1到2周就要更换一次。如果不想浪费，也可以选择硅胶材质等不易滋生细菌的洗碗刷。但无论哪种清洁工具，用完一定要彻底清洗、拧干，放在通风处晾干，避免长时间潮湿。最好准备2套清洁用具交替使用，让其中一套能完全干燥再用。另外，每隔一段时间还应该对洗碗布进行消毒，例如用开水煮沸或浸泡稀释漂白水，再拿到太阳下暴晒。当发现抹布或海绵出现异味、变色或破损时，更要立即更换，千万不要省这点小钱。别忘了，干净的工具才能洗出干净的碗，否则越洗只会越脏。坏习惯2，碗筷长时间泡在水槽，喜欢饭后堆着，下次再洗。吃完饭后觉得累了，很多人喜欢把脏碗筷先丢在水槽里泡着，想等有空再一起清洗。有的甚至干脆隔夜懒得洗，心想先用水浸泡可以软化污垢，明天再来清理更轻松。这看似合理，其实暗藏巨大危机。餐具浸泡的温湿环境对细菌来说简直就是免费培养皿。研究显示，饭后残留在碗盘上的细菌数量可能只有几十个，但只要泡在水中放置约10小时，那些细菌就会疯狂繁殖到将近3亿个之多，暴增了数十万倍。也就是说，原本干净的餐具在水里浸一整夜，可能细菌量比没洗之前还高出几百倍。不仅如此，水中的油污残渣发酵变质，还会产生黏滑的细菌膜，粘附在碗盘表面，到时候清洗起来更困难。而木质、竹制的筷子、砧板长期进水，还可能吸水膨胀、开裂变形，成为霉菌入侵的温床。试想一下，您隔天再用这些泡了一夜的碗筷盛饭，很可能等于把培养了一整碗的细菌大餐直接送进嘴里。长期如此，当然埋下健康隐患。怎样才对？最理想的做法是，餐具要及时清洗，吃完饭就把碗筷洗干净，不要养成拖延的习惯。如果实在需要浸泡顽固污垢，也应控制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为宜。在浸泡时，也可以先将大块残渣倒掉或刮除，加入几滴洗碗精帮助去油，然后尽快把碗筷洗净冲干净。记住，不要让细菌有机会在水槽里开 party， 养成饭后马上洗碗的习惯，不给细菌繁殖可乘之机，全家人的餐桌卫生才能有保障。坏习惯3，洗碗过于节省用水，随便冲一冲就收工。勤俭节约是美德，不少人洗碗时也强调省水原则，尽量少用清水冲洗，觉得差不多看起来没泡沫就收工。然而，这种过度节约用水的习惯其实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洗碗精没有充分冲干净，残留的化学清洁剂会附着在餐具上，
下一顿饭菜就可能把这些残留一起吃下肚。一两次或许感觉不到，但日积月累，化学物质在体内蓄积，可能对肝脏、肾脏等造成慢性伤害，增加癌变风险。特别是市面上一些廉价洗碗精，为了强效去油，常含有合成界面、活性剂、防腐剂等添加物。如果残留在餐具上被长期摄入，对人体更是不良影响多多。有没有朋友洗完碗后发现碗壁上滑滑的，还有淡淡的清洁剂香味？那其实就是没冲干净的信号。想想看，每天用残留洗剂的碗吃饭，是否等于在服用微量的化学汤？尤其家中有幼童、孕妇或抵抗力弱的人，更要当心这种隐形毒素对健康的侵蚀。怎样才对？别在该用水的地方吝啬，洗碗时应充足用水彻底冲洗每一件餐具，尤其是杯碗的边缘、凹槽以及刀叉等缝隙，都要仔细冲掉泡沫。不妨先将碗盘上的残羹剩饭刮除或擦掉，再进行清洗，这样可以减少用水量，又确保冲净。不想一直开水龙头浪费水，可以准备一盆清水，用浸泡和搓洗结合的方式清洁，最后再用流动清水快速冲掉泡沫。此外，也可选择环保配方的洗碗精，减少有害残留。总之，千万不要为省一点点水而赔上健康，确保每次洗完的碗筷摸起来不滑腻，闻起来无异味，才算真的洗干净了。坏习惯4：洗完碗直接堆叠收纳，湿漉漉就进橱柜。很多人洗完碗筷，为了节省空间或图方便，喜欢把它们一个叠一个码放进碗柜，表面看厨房干净整齐啦。但您知道吗？这种湿叠的习惯其实超级 NG， 因为碗盘紧贴叠放时，夹层中的水分不易蒸发，潮湿阴暗的环境正好让细菌和霉菌大肆滋生。曾经有权威机构做过一组试验，将完全消毒干净的餐具分成2组，一组模拟日常洗后直接叠放在柜子里，另一组则立起来放在通风的沥水架上。结果短短3天就判若两样，立着晾干的餐具细菌数量维持在安全标准内，而叠放在碗柜里的那组餐具3天后每套细菌数竟高达56万个，居然比那些没洗的脏碗还要肮脏，这是不是很触目惊心？辛辛苦苦洗的碗，如果收纳方式不对，反而又让细菌卷土重来，等于白忙一场不说，还可能把病菌带上餐桌。尤其木头、筷子、砧板这类材质多孔的用具，湿气更是它们的大敌，长期闷在密闭橱柜里，非常容易发霉，长出看不见的黄曲霉菌。怎样才对？洗完的碗筷一定要完全晾干再收纳，可以将它们立放在沥水架上自然风干，或使用干燥架、烘碗机等加速干燥。若没有这些设备，也至少要用干净的布擦干每件餐具表面，再分开摆放好，不要马上东西通通堆在一起。橱柜里最好保持通风干燥，可以装设排气或放置除湿剂，同时要定期检查筷笼、碗柜内是否有潮气和霉斑，及时清理消毒。牢记不干燥不收纳，养成这个习惯，你家的餐具才能远离霉菌侵害。坏习惯5：洗碗顺手就用洗碗布擦擦流理台，却忽略清理洗槽和下水口。有些人洗完碗后会顺手用刚用过的菜瓜布擦拭水槽和台面，觉得这样把厨房一起清洁了，很有效率。然而这么做其实适得其反，厨房洗槽和排水口本就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如果用洗碗布去擦，等于把那些滋生的细菌又重新涂抹回洗碗布上，下一次洗碗又带到碗盘上。更糟的是，许多人忙完后忘了清洁排水口滤网，上面残留的食物残渣长期不处理，极易腐败滋生细菌和霉菌，也可能引来蟑螂等害虫。这些肮脏东西离我们的餐具食物那么近，怎不叫人担心？可以说，厨房洗碗槽如果不定期清理，比马桶还要肮脏。很多家庭一边把碗盘洗得闪亮，一边却忽视脚边下水道正在滋养病菌，长此以往，全家人的健康都在承受风险。怎样才对？洗碗槽和下水口要定期清洁，这和洗碗同样重要。每次洗完所有餐具后，别急着收工，应该将洗碗槽内壁、下水口滤网上的残渣垃圾清理干净。可以用热水冲洗水槽，搭配小苏打粉，
白醋等刷洗除菌去油，再用清水冲净。下水口滤网则要拿起来刷洗干净，避免食物残渣堆积发臭。建议每周用稀释漂白水或专门的厨房清洁剂对水槽和排水管来一次深度杀菌，冲洗后保持干燥。千万不要嫌麻烦，干净的水槽才能确保洗出的碗盘真正卫生，不让细菌在下水道安营扎寨，我们洗碗的努力才能落到实处。以上这些坏习惯，你中了吗？别小看洗碗这件小事，其中的学问还真不少。如果中招也不用懊恼，现在改正还来得及。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真实案例，看看坏习惯如何酿成大错。人们为什么常犯上述错误？细究原因，多半离不开一个省字、省水、省事、省钱。然而这种贪小便宜的心理往往以健康为代价，最终得不偿失。在医院的病例中，因为舍不得而酿成悲剧的故事屡见不鲜。举个触目惊心的例子，有一位张老太，平时节俭惯了，有天家里囤的玉米发霉了，别人劝她丢掉，她心疼浪费，坚持把发霉的玉米削掉霉变部分，继续蒸熟给家人当早餐。结果全家吃了这些玉米后不久就纷纷出现严重不适，送医检查发现是摄入过量黄曲霉毒素中毒，导致肝脏受损，几个人一起住进了加护病房 ICU。 短短几根玉米没舍得丢，最后却花了好几万医药费，全家老小受罪受下。这件事给我们敲响警钟，为了省那几块钱，结果付出几万块都买不回的健康，实在太不值得。张老太的遭遇并非特例，在各种因贪小失大而导致中毒或癌变的案例中，黄曲霉毒素这3个字可说是如影随形。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菌在食物发霉时产生的代谢物，被誉为世界上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就将黄曲霉毒素列为1级致癌物。医学研究指出，黄曲霉毒素 B1 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其致癌性更是远超一般化学毒物。科学家发现，只需区1毫克的黄曲霉毒素就足以诱发肝癌，如果一次摄入20毫克，甚至可直接致命，可谓当之无愧的毒王。日常生活中，黄曲霉毒素最常见于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以及变质的谷物油脂中。一旦食品发霉变质，哪怕只是一小点，都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切掉继续吃，因为肉眼可见的霉斑只是冰山一角，毒素早已蔓延整个食品。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的要诀其实很简单，不囤积过多食物，保存食材于阴凉干燥处，定期清洁消毒厨房器具，尤其砧板、筷笼，发现食物或餐具发霉，立刻丢弃更换，绝不要舍不得扔。健康无小事，再贵重的食材发霉了也不能再吃，再喜欢的一双筷子长黑斑了也该果断换掉。别忘了张老太的教训，一点点不舍，换来的却可能是一场噩梦。除了洗碗这档事，其实我们厨房里还潜伏着其他健康隐患。如果日常疏于清洁管理，这些地方也可能滋生致癌危机。以下3样厨房常见设备就被专家点名为需要警惕的3大隐藏致癌源，赶快对照看看您家中了没有。1. 冰箱。家家户户都有冰箱，大家往往觉得把食物丢进冰箱就高枕无忧，以为低温可以保鲜一切。然而调查显示，家庭中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就是冰箱。冰箱内温度虽低，但并非无菌，不仅会滋生各种细菌，还因为潮湿密闭，容易让霉菌在里面滋长蔓延。而霉菌正是1级致癌物黄曲霉毒素的罪魁，长期吃了受霉菌污染的食物，对肝脏无疑是一大威胁。所以冰箱并非保险箱，反而可能成为细菌霉菌的大本营。如果您家冰箱多年没清理，里头陈年老酱，发白的剩菜还堆满各种东西，那真的要当心了。对策建议至少每月给冰箱来一次彻底清洁消毒，定期丢弃过期变质食物，特别是发霉的食材要立即清除。清洁时可用苏打水或稀释的醋擦拭冰箱内壁和缝隙，清理排水孔和封条的污垢，然后保持冰箱内干燥。养成良好习惯，不要将食物不加覆盖地直接放入冰箱，不要长期囤积食品，让冰箱里时刻清清爽爽，
才能真正守护一家人的饮食安全。2. 油壶。很多人炒菜习惯用一个大油壶装食用油，用完了就不洗壶，直接添新油，一壶油反复加添用好多年。然而，这种做法其实潜藏危机。油壶内壁长期附着的油垢在空气中慢慢氧化酸败，会产生许多可怕的致癌物质。有检测发现，带油垢的旧油壶残油酸败指数远远高于干净新油壶。如果一直用这样的油炒菜，等于不知不觉吃下大量氧化分解后的有害物，轻则导致消化不良、肝脏负担，重则可能引发慢性中毒，甚至增加肝癌风险。此外，厨房的油壶往往放在靠近炉火的地方，高温也会加速油脂变质，并滋生黄曲霉毒素，一不小心油壶就变成了毒壶。对策：家中的油壶至少每隔几个月就应该彻底清洗晾干一次，尤其倒完一桶油后下一桶新油，别急着加，先把容器里里外外洗干净再使用。储油的环境也很重要，远离炉灶热源和直射阳光，保持阴凉干燥，延缓油脂氧化。买油最好选择小包装，短期内能用完的，避免油在壶里存放时间过久。千万不要让省事坏习惯毁了一家人的健康，用油安全马虎不得。3. 抽油烟机。炒菜时油烟滚滚，多亏有抽油烟机帮忙把油烟吸走，减少我们吸入有害物质。然而，您可能没想到，久未清洁的油烟机本身也可能变成健康杀手。长期使用下，油烟机的滤网和风道上积累厚厚的油垢，如果不定期清洗，这些油污不仅影响排烟效率，更可怕的是，酸败变质的油垢受高温加热后会再次挥发出致癌物质，如苯并芘等强致癌化合物飘散在厨房空气中。做饭的人每次炒菜，等于又吸入了这些二次产生的毒烟，长年累月对呼吸道和肺部造成慢性伤害。研究指出，长期在油烟环境中工作的厨师患肺癌的风险明显增加，就是因为经年累月吸入了过多油烟和其中的致癌物。因此，别以为开了油烟机就万事大吉，它的清洁保养非常重要。对策：建议每半年就对抽油烟机做一次深度清洁，清除滤网、风扇上的机油污垢。如果自己清洗困难，可以请专业人员处理。同时，每次炒完菜不要立刻关掉油烟机，让它多运转3到5分钟，把残余油烟排干净再关机。保持厨房良好通风，减少油烟滞留。只要油烟机勤清洗、正确使用，它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健康守护神，而不是另一个隐形杀手。听完以上种种，您是否感到后怕？原来每天习以为常的洗碗和厨房琐事中，竟潜藏着这么多致癌风险。别忘了，病从口入的古训，餐桌上的干净与否，直接关系全家人的健康。而餐桌干净的背后，是我们每一个清洁习惯的细节。那些不经意的小错误，久而久之可能累积成难以挽回的大问题。我们当然不是说洗个碗就会马上得癌症，而是提醒大家重视这些日积月累的危害。改掉坏习惯其实并不难，勤更换清洁工具，餐具及时洗净，残渣垃圾立即处理，餐具彻底冲洗干爽，厨房定期清洁消毒，每一项都在我们掌控之中。或许刚开始实行有点麻烦，但请记住那句话：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把该花的时间和心思花在日常清洁上，远比将来花大钱治病要划算得多。最后，让我们重温一次标题中的疑问：一人洗碗，全家致癌。只要我们彻底改正上述那些错误的洗碗方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别再让洗碗这件小事成为健康隐患。从今天开始，做一个聪明的洗碗达人，用正确的方式守护家人的饮食安全。每天刷干净的不仅是碗，更是全家人的健康与安心。赶快行动吧！为了所爱之人的笑颜与长久健康，这点改变非常值得。祝大家都能远离癌症阴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